现在在我桌上的就是目前石头在台湾上市的全系列扫拖机器人啦。你们绝对无法想象要一次把它们全部测完有多耗时，测到最后几乎都已经是在凭肌肉记忆在测了。不过这就是本频道的精神嘛，你敲碗我来测，但是希望以后敲小一点的碗，这坑实在是太大了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现在在我桌上的就是石头2024全系列全能扫拖机种。依照价位带，由左到右定位会越来越高。那今年最入门的全能扫拖就会是这一台石头 Q-Revo S， 预售价大概是在15000上下的价位带。这台算是2024全能扫拖的门槛。接着加一点，大概18000左右，我们就可以上到 Q-Revo Pro。这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2万内的价位带就拥有机械手臂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没有机械手臂的扫地机，拖地边缘就是会有一整条拖不到。而有了机械手臂之后，整条都可以拖到啦。而接着往上看，这台定位直接来到高阶，甚至有点逼近旗舰，叫做 Q-Revo Master。我觉得算是今年的高阶黑马，预售大概在25000上下。这台的功能就完整非常多了。它不止同样有 Flexi Arm 仿生动态伸缩机械臂，它甚至跟旗舰一样，拥有 AI 仿生动态伸缩边刷，可以深入90度墙角，达成更高的边缘清扫覆盖。并且你看 Q-Revo Master 也拥有视觉避障模组。视觉避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俗称的有镜头啦。有镜头的机种代表它可以直接看到外界长什么样子，然后直接辨识前面那个是电线、是拖鞋，还是有一只狗狗挡在前面。像前面那2台没有视觉避障，就有结构光，那它就只能透过红外线感知前面好像有东西，我要避开，但它无法真的辨识出来前面是什么东西，就是避开就对了。而视觉就是真正可以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挡在前面的方法。最后这台就是大约要36000上下的顶级机皇 S8 Max V Ultra， 反正这台就是什么都有就对了，并且 S8 Max V Ultra 还有水立方版本，直接整合了自动上下水模组，就像是洗衣机一样，干净的水自动进来，脏水自动排出去，也是目前台湾你能买到体积最小的自动上下水全能扫拖机座，但售价也就要来到39000左右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这期节目我们没有废话，一台一台讲清楚。究竟2024的石头扫拖机器人该怎么选？你多花的那些钱真的有更好用吗？对了，帮你扫地机器人社团会专门在台版扫地机器人的选购和心得上面，目前已经有15000位版友加入。不管你是要买、想买还是已经买了，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，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咯。现在大家应该有看懂4台的定位了，入门15000的 Q-Revo S， 中阶18000的 Q-Revo Pro， 超值高阶25000的 Q-Revo Master， 以及年度旗舰36000的 S8 Max V Ultra。接下来每一台我们会分成3大主题来讲： 1. 机器人本体表现如何； 2. 基站功能表现如何，以及最后总结这些机种到底适合以及不适合哪些人入手，然后每个规格代表什么意思，遇到的时候我就一起讲清楚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那我们就先从 Q-Revo S 讲起，15000你能买到什么？首先看到 Q-Revo S 的机器人本体，机器人本体就是3大重点：扫地、拖地、定位避障。先来讲 Q-Revo S 的扫地部分，你可以买到7000帕的大吸力，而多少帕才够用呢？以2024的标准来看，如果你都已经买到15000价位带的机种，我认为可以用5000帕作为分水岭。一般家庭其实5000帕就已经非常够用了，对付日常的灰尘、碎屑、脏污都没有太大问题。但是如果以下几种状况：1. 家里有地毯； 2. 瓷砖之间有缝隙； 3. 有毛小孩、有小孩，容易弄出顽固脏物；饲料、猫砂、掉毛等等不好清的场景，那就是首选5000帕以上的机种。现在10000元以上破5000帕已经非常普遍，像是石头今年都是7000帕起跳。扫地另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采用什么滚刷，每种滚刷的特性都不同，但以石头来说非常单纯，全系列都是采用胶刷，像这台 Q-Revo S 采用的就是一支全胶刷的方案。全胶刷的意思就是没有毛的滚刷，好处是头发不会打结，就算一大坨头发吸进去，它顶多一圈绕在滚刷上，你拿下来轻轻一推就整个下来了，而这就是胶刷的好处。好，扫地的重点讲完，我们来讲拖地的部分。Q-Revo S 采用的是目前最主流的双旋转擦地模组。旋转方案的好处是，它可以很好的适应各种地板的材质。
无论是木地板、凹凸不平的超耐磨，还是平面瓷砖，旋转擦地是目前最泛用的拖地方案，可以适应大部分的地板材质。此外，这台也有10mm 的拖地抬升功能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2个好处。第一，它经过地毯的时候，屁屁的拖地模组就会抬高，避免弄脏地毯。而如果地毯是长毛，真的太高，机器人也会自动判断要不要上去打扫。或是你也可以设定，在还没把拖布弄湿的一开始，就先把地毯吸干净，做到干湿分离。第2个好处是，机器人拖地完回家的时候，屁屁的拖地模组也会抬升起来，然后再回家，这样就不会造成已经拖干净的地板2次污染。好，看完扫地、拖地，最后一个重点讲到定位。我们直接上红外线摄影机，这台是用 LDS 加单线结构光的定位方案。从画面上看到墙壁上这一圈，就是 LDS 打出去的讯号。LDS 的特性是不太会受到开关灯影响定位的精准度，除非是强光才有可能影响到 LDS， 是目前最主流且精确的定位方案，可以做到快速建立地图。而我们在讲的单线结构光避障，就是机器人前面的这一条。单线会是目前比较基础的方案，它可以辨识到前面有东西挡住它，但它无法判断是什么东西，所以例如当它遇到延长线，它就会减速，然后转弯避开。但如果结构光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，它就只能透过前面的撞板碰撞试探，然后再避开。好，到这边机器人本体的扫地、拖地功能全部讲完，最后来看到基站。现在15000可以买到的基站其实也已经很完整了，我们就简称 Q-Revo S 的家。上面这个是清水箱，你只要把干净的水装进来，系统就可以从这里取水。那干净的水有2个用途，第一个很单纯，就是拿来把 Q-Revo S 的拖布洗干净。第2个用途是，干净的水还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你有看到机器人屁屁这边有一个洞吗？现在机器人里面其实都藏了一个小水箱，这个水箱会在机器人拖地的时候继续出水加湿拖布，这样才不会拖到最后拖布就干掉了。而里面这个隐藏的小水箱，在机器人回家的时候就会自动补满，所以其实也不用去管它。然后旁边这里就是污水箱，脏水都会回收到这里，所以使用的方式很简单，你只要装干净的水，然后把脏水倒掉就好。下面这里就是洗拖布的地方，这台是采用我比较喜欢的设计，可拆式底盘可以整个拿出来洗。这样的好处是，如果有猫猫狗狗毛很多，反着冲一下水就干净了，好清很多啊。最后机器人把拖布洗干净之后，它的家就会用45度的热风自动把拖布烘干。目前夏天实测3个小时一定会干，夏天其实可以选2个小时，冬天再往上加。另外有预算的话，可以加购银离子模组，让拖地时的水有抗菌效果，多少也可以延长污水箱产生异味的时间。不过建议是当天拖完，当天就把脏水倒掉啦。另外，如果你要加地板清洁液也 OK， 直接加到清水箱里面就好。注意，一定要买扫地机器人专用，然后完全依照建议比例添加，避免管线阻塞，而且太浓很容易臭掉，甚至长黏膜啊。看完水箱，下面这里就是集尘袋的位置。机器人回家之后，就会自动把垃圾集中到这里来，所以不用手动去倒机身内成盒的垃圾了，大概2-3个月换一次集尘袋就好，记得要定期换，才不会产生异味。好，到这边全部讲完，第一台讲比较细。这就是目前全能扫拖最入门的功能，其实完整度都已经比以前的老旗舰都好了。那我们往下来到18000价位带的 Q-Revo Pro， 你能买到什么？机器人本体同样先讲扫地，那就是看2个重点：吸力、滚刷。吸力跟 Q-Revo S 相同，都是7000帕的大吸力，宠物家庭瓷砖缝隙都够用。滚刷 Q-Revo Pro 跟 S 一样，都是采用单胶刷的方案，头发也是轻轻一推就整个下来了。拖地部分 Q-Revo Pro 升级的地方就来了，从上面看感觉跟 Q-Revo S 相同，都是采用双旋转擦地模组，但是你把托盘拿起来的时候，就会发现 Q-Revo Pro 这里多了轨道的设计。没错，今年从 Q-Revo Pro 开始就拥有机械手臂拖地模组的设计，那差在哪里呢？对比一般没有伸缩设计的机种，会有一整条拖不到，而有机械手臂的好处就是现在整条都拖得到啦，可以更好的覆盖边缘的拖地面积。另外，这台也有10mm 的拖布抬升功能，遇到地毯会自动抬升，回家也会抬升，避免2次污染。最后，我来看到定位技术，我们直接上红外线摄影机。这台同样是 LDS 加单线结构光的定位方案，同样可以做到快速建立地图。避障实测，大物件同样可以做到减速避开。
但小物件和边缘还是只能透过前面的撞板碰撞试探，跟 Q-Revo S 相同。好 ，Q-Revo Pro 机器人本体的扫地、拖地功能全部讲完，都讲重点，是不是没有废话？大家继续跟上。我们最后看到基站，当你预算来到18000，那基站的功能又更完整了。同样是清水箱、污水箱，也可以加清洁液、加购银离子，也会帮机器人的水箱补水。下面这个底盘同样可以整个拿出来洗，这些都不变，都相同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今年从 Q-Revo Pro 开始，就支援了最高60度的高温热水洗拖布。我们这边直接上热成像，可以看到 Q-Revo Pro 洗出来的拖布是热的，基站里面也都还是热的。在 App 中总共有60度、50度和冷水3档可以自由选择。热水洗差在哪里呢？基本上我觉得热水洗是3种家庭必备。第一种有猫猫狗狗的必备，光是口水、饲料在干净度上就非常有差了。第二种有小孩的家庭必备，对付地板油污非常有效。最后，如果你会想要让机器人扫厨房，那不用多想了，热水洗就是必备。热水用来对付油污容易很多。另外，这台的基站还有一个小功能，就是它有检测脏污的感应器。如果系统判断拖布洗出来的水太脏，系统就会再洗一次，然后去把刚才的地板再拖一次。最后，机站用60度的热水把拖布洗干净之后，同样会自动热风把拖布烘干，这样就大功告成。下面这边同样是集成袋的位置。我们继续往下，这台非常值得一看。如果你来到2万5价位带的 Q-Revo Master， 那就是大跳一阶，功能变得超级丰富啊！机器人本体同样先讲扫地，首先吸力就大升级 ，Q-Revo Master 直接拉到旗舰同级的10000帕超大吸力，宠物家庭瓷砖缝隙一定够用，甚至把金属螺丝吸起来也都没问题。然后 Q-Revo Master 也升级变成了双胶刷的方案，摩擦地面的清洁效率也会提升。并且这个胶刷模组的侧边有隐藏式刀片的设计，可以截断左右两侧的毛发缠绕。它平常是隐藏在里面，所以是安全的。只有机器在运作的时候，它才会伸出来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升级是 Q-Revo Master 的拖地模组有抬升设计，这个非常实用。当你设定纯拖地的时候，整个滚刷模组就会往上抬升，如此一来就不会接触到地板，避免脏污和潮湿。扫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升级。Q-Revo Master 也有旗舰同款的 AI 仿生动态伸缩边刷，当它遇到90度墙角的时候，就会自动伸出来，把墙角的脏污带出来吸走。在我们的机器人测试资料库当中，一般无法伸出来的机种，通常只能带走60%的墙角脏污，而有了伸缩边刷之后，就可以轻松提升到带走80%脏污的表现。扫地看完，来看拖地部分。Q-Revo Master 同样拥有 Flexi Arm 仿生动态伸缩机械臂。在边缘拖地就会自动伸出来，整条都能拖到。这台的拖布同样有10mm 拖布抬升，遇到地毯会自动抬升，回家也会抬升，避免2次污染。最后看到定位技术，上红外线摄影机，这台同样是 LDS， 然后也是单线结构光的定位方案。看来今年的 Q-Revo 就是 LDS 加单线到底。不过这台的避障表现是好很多的，原因是它也配备了视讯镜头，所以可以做到视觉避障。最多可以辨识到62种物体，那就镜头的避障差在哪里呢？前面我们不是说没有镜头的机种都能做到判断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吗？我们看 App 就很清楚了，像是 Q-Revo Pro 这种没有镜头的机型，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就只能显示障碍物，但它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而有镜头的 Q-Revo Master App 上，它就可以直接把障碍物拍下来。哦，这个障碍物原来是拖鞋，这个是延长线，然后这里是一只狗。这个是吸尘器的底座等等等，当然如果是他不知道的东西，那它也只能显示是障碍物了。不过真正的差异是，有了镜头之后，机器人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障碍物和环境，给出不同的清扫策略。像是我们之前就举过一个例子嘛，有一阵子各家扫地机器人都很追求避障，对，超级追求完全不要碰到任何东西。结果呢，这批机器人变得不太好用，原因很简单，只要前面路上有一个娃娃。机器人为了不碰到它，就不继续前进，反而造成漏扫。而你看现在有视觉避障的机型，它就可以根据是什么障碍，给出对应的策略。像是你看画面上的延长线、手机充电线，它辨识到是线材，就会离得远远的，避免卡住。这边是娃娃玩偶，
它判断不会被卷进去卡住后，就会比较放心的往前贴近娃娃，靠在娃娃旁边直接避开打扫，这就是视觉辨识的好处。另外 Q-Revo Master 在机身前面还加上了一组补光灯，所以就算你关灯打扫，这个视觉辨识的功能也可以正常运作哦。还有什么视觉也可以做到的功能，像是宠物快照，机器人在扫地时如果遇到宠物，它就会帮它拍一张。这台也可以做到视讯通话，你就可以开着机器人在家里巡逻。对了 ，Q-Revo Master 有支援 Hello Rocky 语音控制，像是你可以跟他说 Hello Rocky， 我在。开始打扫。好的，开始清洁。它就会开始打扫，或是 Hello Rocky， 我在。回家。它就会停止，然后回家洗洗睡。结束目前任务，开始回充。好，机器人本体全部讲完，我们最后看到基站。当你预算来到25000，那基站的功能又更完整了。同样是清水箱、污水箱，也可以加清洁液，加购银离子，也会自动帮机器人的水箱补水。下面这边同样是洗拖布的地方，底盘同样可以整个拿出来洗，但是升级的地方来咯，我们把底盘拿出来，它下面还有一个底盘，然后这里有2只雨刷。这不是雨刷，这是自动清洁底盘的模组。当机器人在洗拖布的时候，这2根刮条就会自动把底盘的脏污拨到排水孔里面，让脏污可以尽量抽回污水箱里面，并且它同样是有过滤功能的，所以毛发也会过滤出来在这里。然后它这个过滤槽是可以拆下来，定期冲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 Q-Revo Master 的家同样有60度的高温热水洗拖布，同样有60度、50度和冷水3档可以选择。最后，机器人用热水把拖布洗干净之后，接着又是一个升级点。Q-Revo Master 拥有双风道的烘干系统，以及45度的热风烘干。目前我设定2个小时烘干，是没有遇过没干的状况。好，到这边全部讲完。最后，我们来到最顶的36000价位带的 S8 Max V Ultra。身为石头的旗舰，自然是不用想太多，你想要什么它都有。同样先讲到扫地 ，S8 Max V Ultra 拥有10000帕的超大吸力，想吸什么都 OK。主刷肯定是旗舰必备的双胶刷，隐藏式防闪热刀片当然也有。透过视觉避障自动检测水渍，然后抬升主刷的进阶功能也是有的。然后伸缩边刷当然也有，当它遇到90度墙角的时候，就会自动伸出来，把墙角的脏污带出来吸走。拖地部分就是存在差异的地方了。S8 Max V Ultra 采用的是每秒震动4000次的超声波擦地模组，在平面地板上清洁表现不输旋转擦地模组，效率更好。但若是你家里的是凹凸不平的地板，我就会建议大家选择旋转擦地的机种，会更加泛用。并且石头为了让 S8 Max V Ultra 在保留超声波的前提之下，也可以覆盖到边缘拖地，所以他们在机器人侧边加上了一个贴墙小摩托，现在可以完全贴边啦。并且这个小摩托不是伸缩结构，也会比较稳定。另外，受益于平板震动拖地模组，这台有个小优势，就是它的拖布抬升可以达到非常高的20 mm， 遇到地毯会自动抬升，回家也会抬升，避免2次污染，并且是连旁边这个小摩托也会抬升哦。接着来看定位技术，像红外线摄影机 ，S8 Max V Ultra 就是最顶的方案了。这台同样是 LDS， 但是升级成双线 3D 结构光的定位方案，所以可以侦测立体物件，绘制家中的家具。同样有镜头，所以可以做到视觉避障，最多可以辨识到73种物体。App 中也可以看到辨识出来的障碍物。另外 S8 Max V Ultra 在车头同样有一组补光灯，所以关灯打扫，视觉辨识也可以正常运作。另外 S8 Max V Ultra 这组视觉辨识还有更进阶的玩法，例如我们在房间弄一块酱油污渍，系统在辨识到之后 ，App 就会马上出现污渍的提示，然后因为酱油黏黏的嘛，它就会自动把主刷抬升，关闭吸尘，变成只拖不扫，侦测到重污会自动将酱油这块区域进行复拖复吸。而如果遇到粉末状的脏污呢 ，S8 Max V Ultra 就会自动将吸力开到最高，然后把粉末区域扫2次，把它扫干净，再继续往下。这目前也是旗舰才能做到的功能。所以 Q-Revo Master 的视觉主要是用来辨识障碍物，而 S8 Max V Ultra 却完全根据视觉辨识的环境给出对应的清扫策略，也是目前扫地机器人最顶的操作。还有一系列的宠物快照、视讯功能、Hello Rocky 语音控制等等。身为旗舰的 S8 Max V Ultra 自然是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支援。好 ，S8 Max V Ultra 机器人本体全部讲完，我们最后看到基站。
当你预算来到36000到4万，那基站的功能又更完整了。你现在有2种基站选择，第一种是同样有清水箱、污水箱的传统方案，而另一种叫做水立方，也就是没有水箱的自动上下水版本。跟洗衣机一样，你只要把干净的水接进来，然后把脏水从这里排出去，更解放双手，连装水都不用了。然后身为旗舰 S8 Max Ultra 的清水箱，拥有 FOF 水垢抑制模组，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水垢产生。另外，你也不用手动添加清洁液了，你只要把下面这个清洁液的瓶子装满，系统就会依照比例自动把清洁液加到清水箱里面。清水箱同样可以加装银离子模组，也会自动帮机器人的水箱补水。下面这边同样是洗拖布的地方，同样有底座自动清洁的设计，并且现在这个过滤槽也可以直接拿出来，稍微冲一下就干净了。同时 ，S8 Max Ultra 的家当然也支援最高60度的高温热水洗拖布，在 App 中也有60度、50度和冷水3档可以自由选择，并且 S8 Max Ultra 同样是双风道的烘干系统。好，终于到这边4台全部讲完了。最后我们来讲讲选购建议。目前我觉得对大部分家庭最泛用的2台，可以优先看到中间这2台 Qrevo Pro 和 Qrevo Master。原因很简单，先讲 Qrevo S 到 Qrevo Pro， 大概是3000块的价差，就有2个有感的升级。机器人多了机械手臂拖地模组，边缘一整条都拖得到。第二，基站多了60度的热水洗拖布，有宠物孩子的家庭，热水真的必备。然后还多了一个自动脏污检测、复洗复拖的功能。那左边2台跟右边2台，我觉得最大的分水岭是避障。如果你很在意避障，那石头他们家一定要选择有镜头的机种会比较稳。那注意，我说的是有机会哦。我自己到现在至少测了10几台扫地机，到2024此时此刻为止，没有任何一台我认为可以做到完全不收东西直接打扫啊，所以还是建议开始前先把躺在路中间的充电线、卫生纸啊、塑胶袋、大垃圾稍微收一收。而除了避障之外，Qrevo Master 相较起 Pro 大概有7到8千的价差，然后会有5个有感的升级。机器人本体多了伸缩边刷扫地模组，墙角的清洁会更好，并且不止墙角，在桌子沟槽的旁边，它的伸缩边刷也会伸出来，把缝隙的脏污扫出来。第二，主刷升级成双滚刷，清洁效率上会更好。第三，主刷拥有隐藏刀片防缠绕设计。第四，主刷拥有抬升，可以避免主刷在拖地时弄脏。第五，基站多了自动清洁底座的设计，用起来更省心。基本上这个功能已经直逼旗舰，这台真的可以说是高阶黑马了。最后，真旗舰当然就是什么都有。到 S8 Max Ultra 主要有3大升级，基站多了自动 FOF 水垢抑制模组，自动添加清洁液的设计，并且还有目前业界最小的水立方基站。如果有想要直接搭着装潢装扫地机器人的，那就是选水立方的版本。然后定位也会变成最顶的 LDS 加双线结构光模组，还有最重要的 S8 Max Ultra 会完全根据环境给出不同的清扫策略，这也是真旗舰限定的功能。好，节目也来到了尾声。这集我们用你阿嬷来也要听懂的方式，尽量把选购实际体验上有哪些差异都讲清楚了，希望大家都有听懂。不过别担心，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或者想知道的地方，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也记得加入帮你的扫地机器人社团，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，想要知道的问题，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